俄新兵平均寿命仅有1个月，乌继续打击俄后方。台湾试射红隼2反坦克导弹，韩国新盾舰服役。俄美战机在波罗的海上空交锋，美国海军陆战队装备新型狙击步枪。随着俄军在战线上展开持续进攻，俄军新兵的生命预期仅降至1个月。这一惨烈现实反映了克里姆林宫在战争中急于求成的策略。根据爱沙尼亚分析师阿图尔雷西的分析，俄罗斯大量未经充分训练的士兵投入战斗，造成了极高的伤亡率。这些士兵在指挥不力、缺乏有效支援的情况下，与经验丰富的乌克兰防线激烈对抗，付出了惨痛代价。今年9月成为了俄军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最为惨烈的1个月。10月局势没有得到好转，近期俄军日均损失人数常常超过1500人。根据美国政府和乌克兰官方的统计，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斗中已经失去了60万到73万名士兵，死亡人数之高无可比拟。然而，尽管付出如此巨大代价，俄军仍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尤其是在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地区，俄军的进攻并未如预期那样轻松实现突破。从2023年底以来，俄军在多个战线上发起攻势，虽然成功将乌军逼退至波克罗夫斯克等后方要塞，但这些胜利背后是巨大的牺牲和战争消耗。尽管俄军在战术上采取了侧翼攻击和迂回战术，乌克兰军队依然展现出顽强的抵抗力，打破了俄军的进攻节奏，迫使其付出更高代价。此外，俄军近期调集的约5万人到6万人的强大兵力，甚至包括空降部队、海军陆战队和朝鲜增援兵力，试图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西部对乌克兰占据的战略要地展开围攻。这一地区的战斗已经持续多月，尽管俄军人数庞大，但乌克兰军队依旧坚持顽强防守，毫不退让。俄军的损失与俄罗斯国内经济的困境相互交织，令其在未来的战斗中前景堪忧。战争开支已占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6%以上，远超美国的开支比例，并且是北约建议的3倍。这种巨大的财政压力导致俄罗斯的年通胀率飙升至8%，而俄罗斯央行为应对通胀，已经将利率提高到了21%。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工业投资锐减，工厂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俄罗斯工业联合会主席亚历山大·肖金指出，战时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使得国内生产力受限，无法迅速恢复生产。卢布的快速贬值也给俄罗斯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从8月以来，卢布对美元的汇率已下跌1/3。俄罗斯央行为应对汇率动荡，已冻结了国内外汇购买。可以看出，俄罗斯不仅在战场上遭遇严峻挑战，其经济也在战争的重压下处于崩溃边缘。乌克兰的战略目标依然坚定，即通过继续抗战，削弱俄军的战斗力，为最终的胜利争取更多机会。根据多方统计，乌克兰的阵亡人数已接近10万，伤员高达40万以上。根据美联社等外媒报道，美国政府正在强力敦促乌克兰加速扩充军队规模，提出将征兵年龄下调至18岁，并修改相关动员法，以应对持续近3年的战争带来的兵力不足问题。美国一位要求匿名的高级官员透露，民主党政府希望乌克兰将现行征兵年龄从25岁降至18岁，以进一步扩大兵源，以应对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的人力劣势。这位官员指出，乌克兰当前的兵力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纯粹的数学问题，现有的动员和训练速度远不足以弥补战场上的损失，而且无法应对日益增长的俄军规模。自2022年俄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经向基辅提供超过56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并且计划在拜登总统卸任前再提供数十亿美元。然而，拜登政府日益强调，乌克兰目前急需的不是武器，而是更多的兵力。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肖恩·萨维特表示，人力是乌克兰当前最迫切的需求，并指出美国愿意提供更多的训练支持，但前提是乌克兰采取措施填补兵力缺口。目前，乌克兰军队约有100万人服役，包括国民警卫队等部队。根据乌克兰方面的估算，乌军至少还需要增加16万名士兵才能满足战场需求。然而，欧美盟友认为这一数字仍远远不足以应对俄罗斯日益增大的军事压力。
为此，乌克兰国会今年通过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将征兵年龄下调到25岁，取消部分征兵豁免，并设立在线登记系统。尽管这些改革增加了约5万名新兵，但仍远远不够。随着川普即将于2025年1月上任，乌克兰的前景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拜登政府日益加大对乌克兰的施压，推动其加速兵力扩充。然而，川普的政策尚不明朗，尤其是他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态度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使得基辅政府感到前景不确定。国防专家布拉德利·鲍曼指出，虽然下调征兵年龄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兵力补充，但对于一个在战争中饱受摧残的国家而言，这无疑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尽管如此，乌克兰在战场上的坚韧表现和持续增长的国际支持，依然使其能够坚持抗战，并不断地削弱俄军的战斗力。随着俄罗斯的损失持续加剧，乌克兰的战略目标依旧明确，通过坚持抗战，争取更大的战略主动权，为最终的胜利铺平道路。2024年11月27号，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占领的塞瓦斯托波尔发起了复杂的无人机和导弹联合打击，进一步展示了其借助西方提供的先进武器提升远程打击的能力。这次攻击使用了海神反舰导弹、改装版的 S-200防空导弹、西方提供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以及40架攻击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成功拦截了25架乌克兰无人机，防御了对克里米亚及黑海部分地区的袭击。俄罗斯方面声称，乌克兰目标包括塞瓦斯托波尔的纳西莫夫海军学校和附近的贝尔别克机场，发布了相关的烟雾照片。然而，俄罗斯方面否认了袭击报道。这番打击标志着乌克兰在使用西方武器方面取得的新进展，尤其是在远程打击能力上的提升。西方的先进武器系统使乌克兰能够对俄罗斯后方重要的军事目标发动更复杂、更具威胁性的攻击。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分析认为，乌克兰通过获取远程打击武器，能够有效增加其现有的打击范围，从而对俄后方地区造成更大压力。除了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打击外，乌克兰军队在多个战区的战斗仍在持续进行。在哈尔科夫方向，乌军成功击退了俄罗斯的5次进攻。俄罗斯在该地区试图通过空袭来压制乌克兰的防线。与此同时，在库皮扬斯克，乌军击退了俄军23次进攻，保卫了多个重要阵地，尤其是在托雷茨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乌克兰防线依然坚守。尽管敌军频繁地发动攻击，乌军通过有效的反击控制了关键阵地。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克兰防线成功阻止了俄罗斯在多个地点的51次进攻，显示出乌军在面对敌军的压力时，依然能保持较强的防守能力。然而，在维尔霍夫涅等战略要地，俄罗斯的进攻不断升级，乌克兰防线面临更大的挑战。如果俄罗斯成功占领了维尔霍夫涅，可能会影响乌克兰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第聂伯河地区的防线稳定性。从战略角度来看，俄罗斯军事指挥部正在为可能的攻势进行布局，尤其是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俄罗斯有可能通过赫尔松方向的兵力调整，集中力量向维尔霍夫涅及其周边区域发起进攻，这将进一步加剧乌克兰在该地区的防守压力。与此同时，乌克兰的塔夫里亚作战群部队也积极地准备应对俄罗斯可能的包围战，确保防线的稳定。今年11月初，台湾军方邀请媒体参观了红隼反装甲火箭实弹射击演练，而现场公布的火箭性能数据与外界认知存在差异，引发了广泛讨论。针对这一问题，台湾提升单兵的作战隐蔽性和生存能力。此外，未来的红隼2型将搭载先进的预测瞄准线技术，能够提前预测目标的速度和距离，显著缩短射击反应时间，提高打击精度和战场生存能力。台湾的红隼火箭弹在设计时强调了便携性和隐蔽性，适合单兵在中近距离作战中使用。现有的红隼火箭弹经过实弹测试，能够有效穿透300毫米厚的杂质军制装甲。虽然这穿透力是不及一些顶级反坦克武器的，
但它在面对轻型和中型坦克时依然是表现不俗。相比其他同类武器，红隼的重量较轻，约为4公斤，使得单兵可以更方便地携带使用。在战场上，士兵能够在隐蔽位置发射火箭弹，利用其较低的尾焰和噪音减少暴露风险。如果和世界其他单兵反坦克武器做对比，那么台湾的红隼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比如瑞典的 NLAW 轻型反坦克导弹则更注重短距离内的快速反应能力。NLAW 配备了自动火控系统，能够在600米以内迅速锁定并击中目标。它不仅具备较高的穿透力，能够有效摧毁轻型和中型坦克，还提供了直接攻击和顶击2种模式，适应不同的战术需求。NLAW 的射击操作相对简单，自动制导系统使得操作者不需要过多的技术操作，因此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中能够发挥较强的作战效能。美国的标枪则是一款远程反坦克武器，拥有强大的顶击打击能力。标枪最大射程达到2500米，穿透力可达700毫米，能够轻松地击穿现代主战坦克的复合装甲，尤其是在夜间或者低能见度条件下，其热成像技术使其能够精准地锁定目标。标枪的发射模式为火并旺，即发射后无需再跟踪目标，操作者可以立刻寻找掩护，避免被敌方反击。尽管它的性能在远程打击上非常出色，但其较高的价格和较为复杂的操作要求，使得它在某些环境下的使用受到了限制。俄罗斯的 9M133 Kornet 则是一款性能强大的反坦克导弹，具备长达5000米的射程和强大的穿透力，能够有效摧毁现代主战坦克及装甲车。与标枪类似， Kornet 采用了激光制导技术，具有非常高的精度，尤其适合在敌军坦克群中进行远程打击。它的穿透能力可以达到1300毫米，远超其他同类武器，但是它的体积较大，而且需要辅助设备，单兵操作时的暴露风险也较高。综合来看，这4款单兵反坦克武器是各有千秋，适用于不同的战场需求。在近距离和复杂地形中，像红隼或者 NLAW 这样的武器，凭借其轻便性和高效性，能够为单兵提供迅速反应能力。而在远距离作战和面对重型坦克时，标枪和 Kornet 则凭借其强大的穿透力和长射程，能够作为作战部队提供重要的打击手段。不同的武器特点呢，决定了他们在战场上的独特作用。韩国国防采购计划管理局于11月27号宣布，继世宗大王级之后，被誉为韩国海军之权的最新型宙斯盾驱逐舰正祖大王号已经正式交付韩国海军，成为该国历史上吨位最大的水面作战舰艇。该舰的排水量超过了8000吨，具备发射弹道导弹和反潜火箭的能力。配合今年第3季度开始交付的 MH-60R 反潜直升机，将显著提升韩国海军的区域防空和反潜作战能力。根据 DAPA 的新闻稿，正祖大王号驱逐舰于昨天在现代重工蔚山造船厂正式服役。该舰从2019年开工，2022年7月下水后，经过2年多的船坞和海上测试，最终在今年年底完成性能验收，交付韩国海军。现代重工提供的官方数据显示，正祖大王号驱逐舰全长170米，宽21米，标准排水量达到8200吨，超过了前一代的7600吨的世宗大王级驱逐舰，成为韩国海军现役最大的水面作战舰艇。该舰采用了柴电混合动力，由4台燃气涡轮和2台电力推进系统组成，最高航速可达30节，是目前韩国最先进的宙斯盾驱逐舰。今年9月，韩国海军接收了首架 MH-60R 海鹰反潜直升机，未来将与新一代正祖大王级宙斯盾驱逐舰协同作战，大幅增强韩国海军的反潜作战能力。正祖大王号驱逐舰装备了最新版本的宙斯盾作战系统，除了标准6型防空导弹外，还能发射弹道导弹和远程防空导弹，探测范围高达1800公里，能够精准拦截、探测和追踪弹道导弹，有效打击战略目标。该舰还搭载了整合声纳系统，能发射国产的红沙反潜火箭、鱼雷等装备，舰尾可以停放 MH-60R 直升机，进一步增强海战效能。
美国军方证实，本周初，俄罗斯的2架战斗机在波罗的海区域对2架美军的 B-52H 战略轰炸机进行了拦截。据称，当时美军的 B-52H 正在进行常规训练任务，而俄军的苏27战机在加里宁格勒附近对其进行了拦截。美国国防部的一名官员表示，整个拦截过程是安全和符合专业标准的。美军轰炸机随后继续执行了预定的飞行任务。这一事件最初是由路透社披露，这些 B-52H 战略轰炸机隶属于11月初抵达欧洲的美军轰炸机特遣部队。在本周的飞行任务中，他们在芬兰进行了模拟武器投放，并且与芬兰空军的 FA-18C 战斗机以及瑞典空军的 JAS-39进行了联合演练。这些轰炸机隶属于驻扎在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第20远征轰炸机中队。美国空军表示，这次训练任务凸显了芬兰在北约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芬兰在去年正式成为北约成员国，在这次名为 APEX-GET 的演习中，美军与芬兰同进行了交流，并共同进行了协同作战训练。美国空军欧洲非洲司令部指挥官詹姆斯·赫克尔将军在一份声明中强调，这次轰炸机特遣部队任务展示了我们对欧洲盟友和伙伴的坚定承诺。通过合作，我们建立了更牢固、更具战略性的关系，这有助于加强区域的安全与稳定。这次美俄军机的接触发生在美俄关系因乌克兰战争而紧张的背景下，拜登政府正在加速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包括地雷，并已允许乌克兰使用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美国海军陆战队近日提前1年完成了新型狙击步枪的全面作战能力部署。新枪采用的是由巴雷特火器公司制造的 Mk22 MOD-0 高级狙击步枪，该公司因开发了.50口径狙击步枪而广为人知。Mk22 MOD-0 是一款可以更换枪管的步枪，旨在替代现有的2种狙击步枪，为射手提供3种不同口径的选择。这3种口径包括标准的 7.62 毫米、.300马格南和 .338 马格南。射手可以根据不同任务的需求选择适合的弹药，这些任务可能需要更远的射程和更强的穿透力。Mk22 步枪采用10发弹匣，具有较强的多功能性。海军陆战队系统司令部在11月19号宣布，这一新型步枪已装备到所有步兵、侦察单位以及相关学校，并完成了相关的训练。这意味着海军陆战队员现在可以使用这款新的狙击步枪，并熟练掌握其多口径转换的能力。海军陆战队系统司令部的物流管理专家凯文·马里昂表示，海军陆战队员非常重视能够在单一武器平台上切换不同口径的功能，这使他们不再需要携带2支不同的步枪。这一变化不仅提升了作战效率，还减轻了单位的后勤负担，并减少了单兵的装备重量。此外 ，Mk22 步枪的设计还提高了武器的维修效率，减少了维修所需的时间。海军陆战队系统司令部的 Mk22 项目官员布莱恩·尼尔森指出，在以前的系统中，如果枪管损坏，武器就无法使用，直接影响任务的准备状态。而 Mk22 可以通过更换枪管的设计，确保即使枪管失效，海军陆战队员仍然能够迅速准备好继续执行任务。Mk22 步枪将取代现有的 Mk13 MOD-7 和 M40A6 狙击步枪。海军陆战队在项目启动时的预算文件中指出，计划采购250支 Mk22 MOD-0。与此同时，美国陆军也于2021年宣布将用 Mk22 替换现有的 M107 和 M2010 增强性狙击步枪，预计到2026年将采购2800支。M40A6 是 M40 系列的重大改进版，发射 7.62 毫米子弹，最早是在越南战争中投入使用的。A6 型号则从2016年起服役。海军陆战队在2018年选择了 Mk13 MOD-7 步枪，口径为 .300 温彻斯特马格南，而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则部署了该款步枪的早期版本。Mk22 的设计最初是源自特种作战司令部，旨在为狙击手提供更好的武器选择。2009年底，特种作战司令部首次公开表示，希望寻求一种新型精确狙击步枪，并在2019年授予了巴雷特公司 Mk22 MOD-0 的合同。
根据巴雷特公司网站的信息 ，Mk22 的重量约 6.9 公斤，而 Mk13 MOD7 和 M40A6 的重量分别是 5.2 公斤和 7.5 公斤。3款武器均使用了栓动式，且 M40A6 和 Mk13使用的是5发弹匣。在射程方面 ，Mk22 的有效射程可达1500米。而 M40A6 和 Mk13 MOD7 的有效射程分别是800和1300米，可以看出 Mk22 在性能上较现有步枪是有了明显提升，成为海军陆战队未来狙击任务的重要装备。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